2025年4月11号，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频道。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开始，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到美东时间12点。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是1个小时，只要时间允许，我们周五的直播都是1个小时。那么欢迎大家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把你们关心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我们分析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文字比较多的时候会看漏，如果说你打的是中文的话。我们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先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盘面，先说一下标普指数。现在这个指数受到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呢影响非常大，但是呢，现在这个贸易战有点进入这个死胡同了，对吧？这个两边都狂加贸易，狂加那个关税的数值，但是问题是现在，你加再多没有意义了，对吧？基本上就是半脱钩了。那么好就好在跟其他国家的这个贸易战有这个减弱的迹象，因为它现在要暂停90天嘛，所以说现在大盘，我在周四，也就是昨天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我们不能够盲目做空了，不能够盲目看空了。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120周均线，120周均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期均线吧。你看这个大周期，我们都能延伸到哇。这是都2010年了，你看这从2010年开始，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120周均线，看到没有？这是下面是200周了，这也是200周、200周、200周，这是潜在的跌破了一点120周。我们再往前看，这是跌破了120周，但是受到了200周、120、120，对吧？你能发现120和200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均线支撑，尤其在大周期上。你再往下踩一踩，也就踩到200周嘛。200周的价格现在是4679。我们可以看一下，从现在的价格到200周的话，10%，再跌个10%撑死了，对吧？因为从这个大周期上，你看它很少在，尤其是可能是这个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在200周之下。待了能不能有几周时间，对吧？3、4周时间，然后拉上来了。所以说200周或者120周这两个大的这个长期均线，你想长期在这个下面，因为美股是牛那个叫什么？牛长熊短，就牛市是长牛的，那么熊市是短的，就是这种调整一般是有的，但是都是很短的时间。那么现在120周，只要能站稳120周的话，那就可以从这里开始慢慢往上爬，对吧？可以慢慢爬上去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看从6147到4835结束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现在还没出现周的底分型，还没有出现，现在只是有这个这个要结束的雏形，对吧？你说突然来一个什么这个 break news 或者重大事件再次打掉4835，下周比如周末3战开始了，那4835肯定扛不住啊，对吧？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只要没有出现新的一笔出现之前，那么这个位置随时可以被打掉，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现在只能是假设。我在这个直播中，在这个尤其跟周末跟那个会员朋友们做复盘的时候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尤其在做这个图形分析的时候，可以先大胆假设，我大胆假设这个4835这个位置就能出现底分型了，要么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底分型，或者说是一个包含关系的，先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然后再来一周出现一个底分型，对吧？也可以的，先假设这个位置，然后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这样的话，就是不至于说啊，这个位置你左右都不会做，对吧？你必须要有一个假设，然后去求证它。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好多人说这是叫你这个预先设定了一个，那倒不是，
对吧？我们先假设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扛得住，然后我再去看它的次级别。日线上已经有3段了，对吧？现在开始做第4段，现在是开始做第4段，但是呢，这个现在是已经有5根 K 线，但是这个包含关系非常明显，必须要突破5481才会出现第4笔或第4段。如果说能够碰到5504，但是这个力度必须要强。如果只是碰到5504的话，那这里只是做一个中枢，它还可以再下来，可以给个2买，因为前面这里如果说是1买的话，当然也可以再次跌破4835，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可以比较有没有背驰。如果说出现一个3站的话，直接不背驰，当然可以继续往下走了，对不对？没有问题啊，没有人说不可以这种演练。我们在学缠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就叫不测而测，不是不能预测，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前提是你要分类，对吧？你把各种情况分类出来了，分类好了，哎，涨是怎么样，跌是怎么样，然后横盘是怎么样？因为它为什么这套系统有用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边界条件，它想从上涨转变成下跌，它有一个边界条件的，你必须打破那个边界条件才能转变，对吧？现在还不能说我已经打破了6147下跌的这个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可以完全是做一个中枢继续往下走啊，对吧？什么样的情况是打破呢？哎，我这个上涨一笔也出现了，然后呢，这里也形成中枢了，我也回调一笔了，给了一个2买，哎，这个时候出现打破，怎么叫打破？第一段和第3段比较没有背驰的话，这叫变化，这叫打破。这种时候的时候，我就可以从4385断开了，那么左侧是一个3段下跌，右侧是一个3段上涨，就是一个大的震荡，就是高周期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震荡。所以说你要出现强弱变化的时候，才能说你破坏了前面这个走势的这个类型。你只要没有强弱变化，我只是在这里做中枢，在这里震，你没有强弱的明显变化呀，你没有脱离这个，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的是强弱变化，但现在是明显变强了。为什么明显变强呢？那这个周期是看不出来的，我们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从5786跌下来的就这些 K 线，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强弱变化的表达。进入到1小时上，那就是从5786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把它简短的断开，看一下就这一堆 K 线有没有强弱在变化。这是一个1、2、3段，明显是空头强，对吧？我们之前是比较过这个用扩展器比较过这个空间的，明显是空头的力量更强。这是一个跌破了这个，都跌破 1.118 了，明显空头强嘛。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化的呢？是这个2买的这个位置，我们再把这个去掉，然后就这个1、2、3、4、5，这个5的时候出现了变化，就是说因为这是下跌嘛，下跌的时候没有打破前面的低点，那就是就弱了呀，这就是一个2买呀，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变化点，没有跌破前面的低点，所以这个位置你要尝试的。那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那么出现这个新的一笔之后，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比较过，是不是有等比例啊？是不是有这个不背驰啊？对吧？它在周5收盘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周5，在周3收盘的时候是出现了强的变化，但是周3收盘之前你是不知道能下来的，而且啊，现在这个即使出现了回落，还没有出现回落一笔呢，这个回落还是不够笔的，它完全是可以再慢慢的爬上去，再次突破5481，再次突破5481意味着前面这个上涨没结束。我们把这个4910切出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在是回调不够笔，回撤不够笔，上涨也不够笔，意味着这个小周期上有一个小的三角形整理，对吧？它在做整理，它没有突破，往上涂也可以，往下涂也可以。往下涂的话，需要打掉这个低点5115，跌破这个低点的话，意味着回调够笔了。
要么就是上涨够比，对吧？必须要有一个选择的。现在在指数来说，它没有选择，其实它是偏弱的。你一会儿等会儿我们在分析其他个股的时候，会发现有比它强的。指数是一个，因为它是500只股票的一个组合嘛，所以说它是偏弱的。那么等一下看一下偏强的是哪种？说对它来说，现在是一个平衡状态。对指数来说，现在是一个平衡状态，它必须要打破一个平衡。但整体来讲，它已经爬到在1小时这个周期，已经爬到这个零轴这个位置了，对吧？是一个偏强的一个状态。因为禅师给到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以 MACD 的零轴做标准，零轴以上是多头主控，零轴以下是空头主控。你只要用这一个办法，你就知道现在是谁强谁弱了，或者说谁偏强谁偏弱，对吧？现在是多头偏强的，起码是在这个位置能横得住，横得住的也是一个强的表现呢，对吧？或者说是一个平衡的一个表现。那么现在指数的话没有方向，那你就1小时这个周期是没有办法操作的。你要想操作的话，就必须要到更小的周期去看它的5分钟、15分钟，才能够去看到更细的东西。它现在需要选择方向才可以，所以说在1小时上是需要等待它选方向。那么这就是这个针对指数，它如果说往上选，那就这里是一个延伸，那就不背驰了，对吧？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测过了。如果说往上选择突破了5342，意味着这个3不背驰，那可以有一个在上面做一个很弱的回撤，然后走5，然后走完5之后还可以再回来，再做中枢，再往上走，就慢慢往上爬，对吧？它可以慢慢往上爬。所以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我们就简单说这么多。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提问你们想分析的这个股票，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针对性。那么在这个等待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可以简单看一个这个现在市场上争夺比较厉害的，就是这个10年国债。我们今天看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大家我们平时提问比较少的，但是呢现在市场上反而是争夺的比较厉害。这个10年债啊，我很少分析，但是图形上都一样。我们看一下它的10年国债，现在看的是月线这个周期，我们把月线的图形给它补全喽。这是一个上，然后再一笔上。现在的10年国债，现在这个图形是这么一个图形，对吧？然后前面这里有一个高点，4.809。10年国债这个位置很容易做一个什么呢？现在它的这个图形上是涨的，意味着这个10年债是跌的，因为它这个它这个图形上的上涨和它的那个收益是相反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说明现在10年债其实在暴跌。那么这个前面有一个4.089， 4.809啊，4.809这个位置很容易会形成一个月线大二脉，只要4.809不被突破，就会形成一个月线大二脉。那这样的话会再往下走，因为现在美国政府是想把这个，他们现在盯着，或者特朗普他们这帮人就盯着这个10年债或者30年债，他们现在是比较紧张这个。那么想控制这个的话，它就不能够突破这2个高点，对吧？突破的话就很容易形成这个月线大中枢往上走了，那10年债可能就会跌得更狠了。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个低点 3.599 上来之后的一些情况，看一下周线上，把这个价格给它加到各个周期上。那么周线上现在是一个这里回撤这一段是不够比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有希望是在这里做一个周线的一个二买。你看它这个周线底分型出现的非常强，现在这个周线的底分型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周底分型，然后这个也是在0轴以上要是一个收缩，如果说能够起来的话，那这个力度可能会很强，那么就有希望打掉前面这几个高点，也就是4.089 4.809和前面那个最高点5点几这个。所以说啊，这个现在这个势头很猛。那么我们再看它的日线上，也就是以我们把周线上我们要关注的这个重点给它断开， 3.599 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这个起涨点。我们看它的次次级别，也就是日线上，这是 3.599 在这里，对吧？
那么在这个日线上，我们看它的日线上结构，日线结构其实很清晰的，这是一笔上，直接到这里回来再上，然后这里可能走了3段，这里是直接上去了，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低点，这是有包含关系。这是够一笔，然后再下来，再上去，然后我们看这里好像做了一个中枢。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结构的，然后再上去，再下来，对吧？现在我们把它画出来了，画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画中枢，因为在周线上，我们把周线的这个 K 线给它画出来。周线上是一笔上，然后一笔下，现在是周线的，然后这个是日线的，对吧？现在就结构就清楚了。所以说是以这个最低点看它能不能够生长出周线的一笔，也就是这个前面这个最低点。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图形已经画得很清楚了，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结构。从前面这个 3.599 这里的话是一个123段，123段构成了周线上一笔，然后从 4.809 跌到这个最低点，把它价格也切出来。4.809跌到 3.86， 是一个123段，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离开，对吧？是这么一个结构。我们把这个日线的中枢也给它画出来。那么现在我们看它从 3.86 起来之后，这个特朗普改口，或者特朗普开始说这个90天停战是在这个这一天，对吧？是在周3，这根 K 线这儿。所以说但是我当时就发现，我这个发动的这个时候力度特别强，这个力度是非常强的。然后昨天和今天继续上涨，意味着这个国债继续暴跌。那么现在力度是非常强的，而且还已经站到了，或者说已经在这个中枢，就前面有一个中枢，我们可以借用过来，用来判断这个力度。现在已经在这个中枢之上了，对吧？它完全是可以上去，然后一个回落，不回到这个中枢的话，就会出现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买点，然后再往上走。所以现在这个势头是比较强的，就国债暴跌这个势头还是很强的，就好多人可能在卖。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先看一下1小时上有没有结构。那这里是一个1、2、3、4，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对吧？前面是一个浪形，我们看这里是不够，所以说它在1小时上是在这最上面做了一个中枢，但是这里也是不够，1、2、3、4。4.474， 4.474，两个价格一样，这里的话可以当成一笔用。那这样的话，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所以说在10年债的这个1小时上，它现在是前面是一个以浪形模式，一个5浪上去，然后开始在这里做中枢，然后现在开始走离开，对吧？所以说这现在是在走1小时的这一段离开段，然后这个离开段也够比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离开段的这个 MACD。这是离开段，然后前面这里从这个位置是进入段，还要我再往前，从这里开始。那么现在这个明显弱了，就这一段的离开比前面这个进入的时候弱。这个 MACD 快慢线没有前面的这个快慢线高，柱子的这个面积也没有前面大，对吧？现在在1小时上是偏弱的。那么但是前提是最后这段要结束。虽然说它已经够比了，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需要进入到更小周期去看它是否结束，或者说呢，你起码先有一个顶分型吧，对吧？现在要有一个顶分型，然后或者说直接拉回来，甚至击穿它。所以说现在这个国债暴跌的这个情况还是在延续。所以说你要想这个当然了，做国债的都是这些机构。这些好多人是做那个 TLT， 是这个好像是20年的那个，看一下，20年的跟踪20年的这个国债的，是一个 EDF， 好多散户是买那个，
但是可以看这个10年国债图形，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国债是在一个暴跌的一个状态。那么一般其实国债的这个体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针对这个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更大的。那么很多时候股票是受到国债的一个影响，对吧？国债暴跌的时候会好多好多人可能会卖股票，然后来补他们的窟窿，就是很多机构会这么干。所以现在国债实在处在一个暴跌，那么它如果说处在一个暴跌状态，那么股市那面的话也不会特别平静。所以说现在就是股市那边出现震荡是非常正常的。你可以把这个国债的图形跟这个标普的图形给它弄到一块儿看，你就会发现它俩基本上就是相反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国债，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其他比较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我们把这个美元指数也给它加上，因为最近呢，这个美元指数是非常的波动非常大。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特朗普是在多次这个会议上或多次他跟他的内阁开会的时候说了，或者采访他的时候他都说过，他要的是一个弱势美元。他要的是一个弱势美元，我们把这个周期给它切到正确的周期上，因为我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季度大周期，在季度大周期上你会发现这个美元这个季度图，我们把它从这个最高点，因为它不是很全，最早到1967年，从这个1164这个位置是85年的时候，美债是到过这个164。然后下来，这是92年，92年的时候涨到01年，01年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就是科技股泡沫那段，然后又跌到下面，这里是08年，对吧？08年就是那个当时的金融危机了，雷曼兄弟那个，然后雷曼兄弟又涨到这个22年，那就是基本上俄乌战争了，对吧？你会发现这个每次的这个这个美元指数的一个见顶或者见底都跟随着重大事件的一个影响，对吧？那么现在，而且你会发现这有一个类似一个通道，我们把这个通道也给它画出来，看到没有？这有一个通道，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季度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通道，它现在就没有脱离，这个已经从60几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脱离这个大通道。所以说现在它是在高位呀，发现没有？它现在是在美元是处在高位，它完全可以砸到90来，它完全可以砸到90这个位置，在这里震一震，看看是往上继续走还是往下走。所以说我觉得呀，这个它的短期目标吧，或者中期目标先砸到90，先看看情况，看看其他国家的一个情况，然后再这个做调整。这是从图形上我们观察，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从这个最高点下来这段144下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因为现在这个内部你会发现在这里横了好久，对吧？横了好久，不像前面的这种走的非常凌厉，这走的都非常凌厉。现在是在这里肯定是有一个中枢了，对吧？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在本周期上有3根 K 线并排，那么说明它的次级别或次级别就有中枢。现在它这里已经有好多了，说明它的这个次级别可能都有中枢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先看一下月线上，我们把这个其他的图形都给的拽过去，我们只分析从这个最高点下来114.778，对吧？然后我们现在看的图形是月线，那么月线上，我们把月线的周期给它画出来，第一笔月线到这里。然后这个反弹是只有4个月不够比，只有4个月不够比，那么就到这里了。然后1、2、3、4也不够，但是在衍生中，所以月线上就是3根才，月上就3段，对吧？那么3段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比较一下这3段的一个力度。现在已经跌破了0.618了，等比例是在94，对吧？但是呢，它想跌到94的话，它需要把这个120月都给打掉。120月现在在98附近，
对吧？短期的有支撑的位置是在98，这个美元指数前面的话也是尝试过一个在98，在这个120月，对吧？然后前面这里没突破之前就是这个阻力，突破之后就变成了支撑。就是先看这个98附近，美元指数先看98，先踩一脚，踩一脚之后可能次级别再弹一下，弹一下之后再强势突破98，然后可能就去94了，对吧？所以说就是先98再94，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4个月，就是这是特朗普上来之后，对吧？特朗普是1月20号上台的，然后现在是快到4月20号了，快3个月了。基本上这3个月的这个大红棒全是特朗普的功劳，对吧？那么到周线上一比下来，看到没？每一个都是非常K 线实体非常大的，对吧？就是这种逃命式的这种这个做空美元都在，或者说卖出美元。然后日线，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价格，看一下日线上这段在发生什么。这就是这个110.76是这个高点。日线上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画出来，日线结构比较清晰。这是一个二卖，然后再下来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再次下来，对吧？结构很简单，在日线上。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是外汇嘛，货币嘛，所以说这个都是带杠杆的，又是国家之间的这个货币战，就这个看上去还是非常凶残的。那么这个现在是出现了一个1、2、3段，而且这个3杀得非常狠。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3段有没有被持。看到没有？为什么100嘛，又是整数位，又是个等比例的位置，所以说现在100这个位置是有一些短期有支撑的。然后现在这根 K 线的下影线，或今天吧，今天这个下影线也是非常长，所以说这里看能够支撑住。支撑住的话，看能不能弹一下。但是呢，它从前面这个起跌点是一个1、2、3、4，4可能就是一个很弱的反弹，然后再走5。毕竟那个特朗普或者他的这些内阁的都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对吧？是想让美元贬值，然后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你这样的话肯定有利于出口啊，所以说他们的目标是要美元贬值。那么你如果知道了美元它的目标是贬值的话，那么对应的大宗商品你就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黄金涨得那么厉害了，对吧？因为黄金跟美元它俩正好是相反的嘛。所以说分析好一个，其他的基本上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它最后这一段，看一下第3段的内部，看一下先看一下4小时上有没有结构。因为它这个走的比较纠结，其实4小时上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点在哪里，这个的价格104，那么后面这个价格104.369，没有前面的高，所以说这段反弹是不够的。那么在4小时上的话，它就是一个一笔下到这里。然后弹一次，直接4小时上的话也是一个3段，4小时上做了一个3段。那么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在4小时上的第3段，就看4小时上第3段的内部。现在我们又通过这个区间套，把这个周期或者说把我们的显微镜一点点变大，对吧？变大之后，我们就能够分析出来。这个我们应该能做的，因为这些周期越大的话，你对于小散户，对于我们来说，你做不了太大周期啊，因为它的周期非常长，对你的资金利用率是偏低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利用区间套的这个方法，来降低周期，找你能够操作那段。那么在1小时上，这是一个下上下，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先做了一个第一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这里是可以，这里又被它打掉了，所以说现在是在做1小时的这个3卖呢，在做1小时的这个3卖，这个反弹特别弱，对吧？你如果说从前面这个起跌点103.33的话，你可以去测一下它这个反弹的潜在的反弹的位置。现在
如果说能弹到又是到 100.664 的话，也是整数嘛，100，弹到这里的话，针对这个还是三脉，对吧？还可以再下来，只有出现盘整背驰才有可能起来。那甚至是可以在这里直接做第二个大中枢，因为这里是 A， 再做一个 B， 然后再打离开，再出现一个小三脉，才有可能结束这一段。这个红的是什么呢？是4小时那一笔，也就是说4小时上那一笔还没结束呢。我们再看4小时，也就是说4小时上这一笔还没结束呢。4小时上这笔没结束，那么再到日线上，这笔也没结束，也就是说它的下跌现在没结束。所以说你可以通过层层，一会儿这个利用我们的区间套，然后再一会儿再利用递归，这两个周期，就是一个从大周期看到小周期，然后一个是从小周期推导到大周期，这是2个方法，晓得吧？所以说利用这个你就能很明确的知道，因为大周期我们的是要找方向，大周期看方向，小周期找这个买卖点进场的位置，所以你这样的话一结合，你就会操作了。所以这就是这个美元指数，就是结合4小时和1小时就可以了。你如果说能把这些做好的话，基本上对这个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向，基本上就该知道怎么操作。但是大方向的话，还是先看120月的这个94这个位置，然后再看它等比例是在这个98呀，这个是在98这个线，然后还有一个94这个等比例的，看到了这些位置能不能够撑得住。甚至是那我们刚才看那个季度上它要去90，对吧？可能到了90，因为90这里它有一个前面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所以说看能不能到中枢的下沿90这里能不能够撑得住。所以说对美元的话，中期的这个是我是先看空到90的。好的，那么对美元指数我们就分析这么多。现在有朋友提问，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Amy 朋友问这个 Meta， 先看一下 Meta 的话，我今天也看一下它的图形，它是偏弱的，就是跟其他的大的科技公司比较的话 ，Meta 的图形是弱。那么在昨天我们在分析 Meta 的时候，这个是3段是吧？它是有一个3段的一个，然后我们之前也比较过，它这个图形大的科技公司现在都差不多。也是，它是好就好在没跌破这个等比例，像那个英伟达都是跌破等比例之后拉回来，它是没跌破第3段，对吧？这个是偏强的，但是呢，从这个底部上来它是偏弱的。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内部，看一下，481涨到585这段的这个内部，现在是有个5根 K 线，然后看一下1小时。我们昨天已经比较过它的这个3段的这个力度，我们昨天比较完，我不知道艾米朋友昨天有没有按照我们说的这个交易方法，在上面有没有减呢？你上面只有减，下面才能买，对吧？我们在昨天直播的时候，它就是在这个位置，或者说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当时给到大家的方法是等待它这个一笔回落，然后还有一个简便就是这里你可以画一个趋势线，对吧？看，只要不跌破这个趋势线，都是偏多的嘛。然后我们当时还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黄金分割，用这个从前面这个起涨点，你去看一下它回落的位置，对吧？它基本上就挂在了0.018这个位置。所以现在，但是现在它这个偏弱在哪儿呢？现在这个底分型还没有明确出来。我看一下哪个价格比较低，这是529.12、528，所以是在这个位置。528这个位置是这个最低点。一会儿我们看一下英伟达就知道，英伟达是回撤够比，然后反弹也的够比了。现在这个 Meta 是回撤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呢，对吧？它是偏弱的。但是呢，现在你可以稍微买一点了。稳妥一点的话，你可以等待它出现一个明确的底分型，对吧？因为它的内部是有3段，看到没有？这里有3段，说明它的内部有背驰了，15分钟上是有背驰的，这也为什么这个可以我说尝试买一点的原因，对吧？在这个位置先买一点，这样的话等待这一笔生长出来，这一笔是可以是弱反，也可以是强反。强的反弹的话，或者是上涨的话，你可以多拿一拿，因为它是一个离开段，这里不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吗？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构成中枢，对吧？然后这是如果说强势离开的话，
强势离开的时候，你就去比较一下什么呢？比较一下这个离开多少和进入多少的力度。如果说离开多少不背驰，那就多拿一拿；如果说是下面一种情况背驰了，那你就卖一卖，因为它可以再拉回到这个中枢里边来，拉回到这个1小时的中里面，在这做这个1小时的中枢震荡也可以的，对吧？至于怎么选，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所在。很多人喜欢预测，喜欢说，哎呀，给我一个点位吧，到底是能不能到？谁能预测呀？谁能知道明天或下周特朗普要发什么推文呢？或者说，那个中美贸易战会到什么程度？我们又不是内部人士，我们也不是什么有特别深的这个，对吧？有特别那个牛逼的人事关系，你能知道这些内幕？你不可能啊！你不可能预测，你只能是不测而测，你只能把这些可能的变化都分析出来，都预想，都做好预案了。怎么选是市场的选择，你只要到了位置，哎，你弱我就先减一点，你强我就多拿一拿，你回来了我继续买回来，我就跟着你。我们是跟随市场做交易，而不是说我是告诉市场怎么做交易，对吧？你是指导不了市场的，你小散户，你只能跟随。我们是坐轿子的人，你是没有能力抬轿子的呀。机构那帮人是能决定这个轿子是往哪个方向开，是开车，他们是把握着方向盘呢。我们是坐在车上的人，所以说不要搞反了。所以这个位置可以先买一点，就是等待这笔出现。然后这是这个买档，我们再看你问的这个，这个3倍做多这个芯片，的一个 EDF， 对吧？这个的话，怎么说呢？它毕竟是衍生品嘛，它的这个尤其在震荡的时候损耗是非常大的，是不适合长期拿的。那么只能是短期短炒，如果说你有能力的话，就短炒一下。那么现在我们看它。一个类似一个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箱体，或者说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中枢，对吧？这样是这么一个下来的，说在这个月线上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中枢，所以说从70跌到了9块钱。我们看一下它现在这段结没结束。我们现在首先要看大周期，你为什么要看大周期结没结束呢？因为大周期没有结束、没有变化之前，你去做小周期的交易是逆势。你是刀口舔血，为什么我们要等一个底分型呢？我为什么要等这里要出现一个底分型呢？因为只有出现底分型了，才预示着下跌有可能结束了呀，对不对？如果说大周期上没有出现底分型，它完全可以延续的，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下跌。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出现明确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才要进场，因为顶底分型就是一个明确的这个高低点变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底分型，就是什么呢？用他们英文或者用那个欧美这边的那个技术分析方法，就是前面这是低点吧，对吧？然后我们看这个比如说顶底分型都有3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我们看主要看第三元素，因为形成底分型主要在第三元素。第三元素的低点超过了第二元素的低点，也就是说不出新低了。看到没有？第一是不出新低了，就是说这个 lower high 或者说 higher low， 用这个欧美这边他们技术人员分析就是 higher low。然后呢，第三元素的高点又比第二元素的高点高 higher high，higher low higher high， 这就是一个这个强弱变化呀。只有出现这种强弱变化的时候，才预示着你前面这个下跌可能结束了。我们要赚的钱是什么钱？我们赚的是走势延续的钱。这是走势萌发，就是在开始萌发了。萌发的时候你进场，然后它开始延续，我开始赚钱，然后又出现顶分型，又是延续结束，我肯定要卖出啊，因为这个位置可能结束了呀，它可以继续往下走了。所以说你吃的就是中间这段。所以说现在它没有这个底分型的时候，你现在进场就是一个刀口舔血。但是因为这个是月线的周期，你如果说啊我只做日内的，我只做1分钟5分钟的，那没有问题，对吧？那这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指导。我们再看一下周线上，我们把这个其他的都给它，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一个痕迹，我们把它给它拽过来。我现在只看什么呢？我现在只看70.08到这个最低点，
现在是一笔下来，一笔下来，够凶吧？周线上走了一笔，从70跌到7.23，只是一笔呀、这所有的结构，这都不构成笔，这都是在次级别有中枢，但是在周线上的话只有一笔。所以说你不要小看这一笔的这个能量。好多人说啊，我只做一笔，那就看你什么周期嘛。如果说你的周期很大的话，一笔也可以延伸，这是从24年的7月份到现在25年的4月份，对吧？一笔也是可以做很久的，如果说你的周期很大的话。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上，把其他都清掉，这样的话便于大家观察或者说跟随我这个讲解。那么现在这是日线上，日线上的话，我们把这个图形给它补完，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一些痕迹。然后这里是回到中枢里面来了，我们把这个剩下的这个图形给它补出来。到这里，然后弹回去，然后还又弹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然后给了一个3脉，然后现在到最下面。但是呢，这里是有一个变化，我们看说一下，就是这里有一个前面这里是没回去，那我们把它给纠正一下，因为它是有一个包含关系构成的，就是这里有几根 K 线呢是有包含关系的，处理之后的话是不构成回撤一笔，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了。进入段1、2、3、4、5、6、7、8、9、10、11、12、13笔，全在这个中枢内部。这个中枢是升级的中枢，对吧？也就是说，它是日线的本级别中枢，所有的划线都是笔的划线。那么它这个是明显的非常弱的。如果说你是有经验的，它弹回这个位置，然后又刚好这是个刚刚突破了一点120天，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倾斜的，你发现没有？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是一个倾斜的，越弹越弱，越弹越弱，它没有突破前面这几个小高点，尤其是36.15这个位置，36.15还是类似一个比较假的突破，对吧？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你要出来的一个位置。那么，开始走离开了，现在已经3段了。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最后这3段的一个空间。我先看一下哪个价格高。这是21.28、21.37、21.37，就后面2个价格一样，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就拉到最后这个。也就是说，21.37是20，注意啊，这里有一个级别的一个问题，21.37不是上面的3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级别不同，上面是一个升级的中枢，它是超过9段了，9段就升级了，它现在是13段，所以说它是第一次反弹是次级别的3脉，就是 21.37 这个位置啊，是1小时的3脉，针对上面这个中枢的话是次级别3脉，只有2次反弹。这里构成中枢了，还是上面的3脉，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是它升级之后的一个变化。你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这里看看能不能够弹一次，弹一次的话，如果说碰不到前面这个 16.51 的话，你要赶紧出来。为什么呢？这是一个4的反弹呢，1、2、3、4，还可以有5也可以跌破 7.23， 也可以不跌破。不跌破的话就给个2买，那就跟我们前面之前分析过很多次的就很类似了，对吧？你只要掌握这个规律，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要么是做5浪，1、2、3、4、5，要么做5浪，要么做2买，1、2、3、4，哎，回来没破，这就是2买，做它，看这个反弹的力度是强还是弱。所以说你要么是做2买，要么是做5浪，第5浪。但是现在是第4浪还没结束，就是这个4的反弹还没结束。前提是 7.23 不能跌破， 7.23 就是你的防守位。如果说跌破了 7.23， 你就要赶紧止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进场的条件呢。我进场 7.23 的那个原因是这里我要期待是做一笔反弹，4浪反弹。那么如果说跌破了 7.23， 意味着前面下跌没结束，意味着从 21.37 下跌没结束，它完全是可以好多人侥幸啊，说啊它跌破 7.23 之后能不能够立刻止跌然后回来呢？我们不能有侥幸的这种心态，
你如果说做这种衍生品的话，一定要带止损，这个是千万注意的。尤其股票的话，可能你那个套一阵扛一扛，问题不大。但是这种衍生品的话，为什么要从你的仓位很小的时候就要养成这种好的习惯？其实好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交易里面，好多人觉得，哎呀，我可能就一点点仓位，亏了就无所谓的，我就硬扛。因为这个习惯你一旦养成了之后，你的资金量一旦大了起来之后，你还是会延续这个习惯的。好多人觉得无所谓，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一定在资金小的时候就严格按照你以后资金量大的那种时候的方法是一样的。我小资金也是这么做，大资金也是那么做，我方法是一样的，不能说我现在资金小我就无所谓，对吧？所以说这个 7.23 如果说跌破的话，你可以把止损放在 7.2 或者 7.1， 是那个一定要有止损的，你不能说我放在5，那就空间太大了，所以就放在下面一点点，也不用紧卡着 7.23， 对吧？你这样的话它也是容易打掉了 7.23 立刻弹回来，所以说留一点点空间，但是那空间你又能承受，然后呢又不至于亏很多，所以说一定要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 buffer， 对吧？就是也是给心理上设置这么一个 buffer， 因为它一旦是突破了 7.23 往下走，那下面有多深没有人能够预测，它完全可以跌到0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个 XOXL， 就是现在做这个反弹这一笔，但是以 7.23 作为防守。然后再看小豆的朋友问这个 QQ 的话，我们周四昨天的时候也分析了，它图形都一样，你会发现，对吧？就是现在也是一个123，它也是做4的反弹，4的反弹，我们在昨天分析的时候也是3段，1小时上3段，然后它这个回撤也不够比，现在够比的是哪个呢？就是英伟达。我们看分析 QQQ 之前先看一眼英伟达，英伟达图形是走的这个比较好的。那英伟达的话，它是带了一个缺口，这个也是不够，英伟达也不够，就是都不够。这些回调啊，它都是处在一个回调不够这个一笔的情况下，然后现在这个内部是在做一个横盘整理，等待这个突破的一个位置，对吧？它也是两个价格467.92或者说是这个432.64，对吧？必须有一个突破，要么是往上突，要么是往下突。这里是有一个缺口，很多人会问这个缺口能不能够当那个 K 线来用呢？对吧？这个禅师在一篇文章，就是我忘了是他的讲解里面还是说在回复里面说明确说过，缺口是不能够当做这个 K 线用的，所以说必须要有 K 线，因为它代表的是时间，缺口只代表的这个空间，对吧？下跌这个空间，或者说它的力度，但是必须要有 K 线代表时间，时间在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针对这个 QQ 的话，它没方向，你能做的就是等，要么就是你可以做更小周期的，你可以去做它的5分钟上，或者说做更小的，这就是这个 QQ 现在没方向。然后一旦选择方向了，那你就看能不能够它出现这个4的反弹，也是一样，关注的就是因为它前面其实已经碰到过这个前面这个下落的低点了，对吧？如果说真能突上去的话，可能就去这个120和200天这两个均线的位置，可能去490这里。到了这里，看能不能够把这个 MACD 给拽上来，拽到0轴附近，基本上它能突到这里。如果说到了0轴附近上不去的话，那可能再给一个2买，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反向中枢，看能不能够继续再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这是针对这个 QQ， 现在你在没有能够能做的时候，你就等嘛，不要着急，迟早要选的。它可以在这里横，可以在这里一直横，早晚都要选一下，对吧？选了之后你就可以做抉择了，要么突破它的话就不喂迟了，对吧？因为对这个等比例在450，突破了它467，说明3不背驰，3不背驰可以多拿一拿，看看能不能够给一个4和5。
这是针对这个 QQQ， 然后再看这个 Derek 朋友问的这个 ANET。他说的是65左右的成本，65左右的成本，对吧？基本上就是买在了，基本上就买在了起涨的位置。大家应该多这个跟这个 Derek 朋友学一学，他的这个通过他的这些提问，我能够知道他操作是相对比较好的。那么它这个日线上，我们从这个最高点下来，这里个二脉要画出来，我们把这个二脉这个位置给它画出来。一会儿说一下为什么这里二脉要画出来。我们先看一下裸 K， 就是这里是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对吧？这有个非常大的跳空缺口，然后这里有一个反弹这一笔，这一笔是够这个定义的。为什么要画出来这一段呢？因为这个二脉，如果说你不给它体现出来的话，你可以严格定义，可能直接画到这里了，那就是一个1、2、3也可以，其实没有大区别。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这个二脉如果说抓不住的话，对吧？那你就后面的空间就大了去了。你也可以看当时它的反弹的位置，刚好是到了0.618，对吧？所以说你当时如果说操作这个股票在这个位置到0.618，然后一个大缺口贴下来的，你肯定要减仓，或者说肯定要卖一卖，甚至去做空它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二卖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我们那个交易的时候，如果说你长期做一个票的话，多做二卖和二买，它相对的这个安全性高一点。你多做二卖或者二买，就是上去再给一个买点，就是二买，因为它有一个一买或者一卖给你参照，有一个参照物，对吧？相对来说，它这个确认性更强一点。那么它现在是一个五浪下来了，五浪下来之后，它就是65的成本，对吧？现在就是已经开始有盈利了，也是跟刚才那个 QQ 也很像，就看这笔反弹嘛，这笔反弹这个反弹的这个位置。反弹这个位置能不能够看一下前面的价格76？如果说真能弹上去的话，应该能突破76。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4、5根 K 线的那个内部，应该1小时上也跟刚才那个很像。现在这些公司的图形都差不多。1小时上这个起涨点一笔回落，它还是4根。你看它的跟刚才那个 QQ 不一样的是，只有一个保安关系，保安关系处理之后只有1根了，那就4根。但是它是够5根啊，它有时间上是够的，它时间上是够的。它跟那个 QQ 的区别在这里。我们先要保证时间，保证时间的话，我就可以把它画出来，当成一笔用，因为它是有一个满足递归的啊。这笔反弹也成了，这是 ANET， 所以这里的话，我是有一个1小时的小中枢了。那么现在也是，它看能不能够从这里突上去，那就看这两个均线能不能够有力度的上去，需要把这个 MACD 张口拉起来，才有可能走离开，这有进入段。你也可以从现在就测一下潜在的这个位置，对吧？那刚好这个 0.5 的话在120小时 ，0.618 的话是在这个200小时，那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压力的位置。如果说能够有效突破它们的话，就先看这个84，对吧？你这样的话就知道一个大概位置，什么时候可以先减一减。这是针对这个 ANET， 然后再看他问的这个 HIMS 的话是一个减肥药的一个，我不知道他是做减肥药的一个平台，还是说也是自己有研发减肥药。但是我看之前的消息说，他也开始卖这个 Eli 的这个减肥药。还有可能是又有平台又有自己的这个药，有可能是，但是具体的我不太清楚。我们看一下，从72.8 72.98跌到这个23.97，啊，这两个价格一样，这两周的就23.97，两周都在最低点23.97，所以说你看你画到哪里都无所谓。
就是这2天的 K 线低点都在23.97，就形成了一个包含关系。这里形成了一个包含关系的一个 K 线。那么这是一个离开，对吧？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然后离开。一般日线上这种结构是比较多的。在日线上你会发现，就是一个进入，然后一个离开，2次反弹确认，相当于一个反弹确认，然后开始走离开段。这种结构在日线上，尤其大周期上是比较多的一种结构。你一发现前面有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你这个位置就肯定要做空它，或者说减仓了，对吧？这种模型太多了。那么现在就离开，我们先测一下，目测的话，这个离开段是弱的，就是空间是比进入段这个小的，说明有背驰。我们就用工具确认一下，它刚到 0.32， 对吧？非常浅的一个回撤，但是现在这个反弹一笔还没有出现，你就不能说这个下跌这笔结束了，而现在是偏弱的一个状态。你说这个 HIMS 60多，你卖了这个60%、80%，对吧？60多就是在这个位置卖，基本上卖在顶分型这里，就做的非常好，所以现在又可以买回来了，对吧？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想买回来的话，其实这里是可以尝试一点，但是它也可以是再次跌破 23.97，然后再往下沉一沉，比如说到20，对吧？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在刺激它。是它的这个财报啊，说等财报呢，还是说是因为这个不要看这个 MACD 这个好像说已经非常非常弱了，有起来的势头，它完全是可以一直在下面趴着的，就是这种 MACD 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完全可以一直在下面趴着，它可以一直在下面趴着都行，这个价格，就现在不明确。那么从这个起跌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38.69下来这段。1小时上肯定是带一个1小时中枢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1小时内部，就是这个起跌点38.69，然后1次反弹、2次反弹，做了一个1小时中枢，这是日线的，我们把它这个结构给它清掉，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1小时上做了一个中枢，对吧？它没有脱离1小时这个中枢，所以你现在能做的就是1小时这个中枢震荡。中枢下面可以尝试买一点，中枢上方减一减。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这种操作呢？就是要出现3买，或者说是出现3卖，它才有可能变化。所以现在这个 HIMS 的话，就是在1小时这个中枢震荡的，你能够操作的就是1小时。然后再看他问的这个 root。170卖了大部分，现在能不能买回来？哦，170卖了，哦，又卖到了大顶上，对吧？做的非常好。然后我们看当时的这个结构是，下面有一个中枢，然后一个离开，然后从68到这个最高点是这个离开段，然后这是当时的进入段。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离开的时候，从这个起涨点。当时是它突破了这个等比例，但是在181点，这是哪一周？3月31号那一周又一个冲高回落，又下到这个147下面来了，对吧？现在就看它是不是要拉回来，是不是要拉回到这个月线这个中枢这个位置来，然后再看一下日线上，sorry， 周线呢？我们看的是周线的中枢，然后看一下这个起涨点在。68.48，我们把这个68.48可以给它标注出来。这是我要观察它的起涨点，就是说现在是可以留2个是那个，因为在新的这一笔没有生成之前，它完全是可以再继续上涨，再次突破掉181.14也可以的，对吧？但是呢，目前这个顶分型已经出现了，所以说更有可能是要回来。你也可以从这个先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已经跌破 0.018 了啊？现在是之前是跌破过 0.018， 现在又有点回去，但是我们要看一下最后这3周。那么日线上的话，只有一笔下来，对吧？只有一笔，它弹一下的话，那就跟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AN
ANET 那段就很一样，很一样的，就是先有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然后再走这样。为什么怎么抓它的二脉呢？就是这个，对吧？看它反弹的位置能不能够弹到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如果弹上去了不行的话，还要再继续这个下来，这都是二脉，这都是二脉。所以说你可以做这段反弹，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是偏弱，它现在偏弱。你也可以等它跌破这个102.01，看看能不能够踩一下这个120天的时候，才有可能给你一个大点起伏。我们也可以利用最后1分钟看一下它的内部有没有1小时上肯定是在尝试有反弹，那么1小时直接啪啪啪啪啪啪全是一笔下来，从这个上面直接就一笔啊，这所有的反弹都不够比，直接一笔到这里，然后到这里是反弹了一次，然后再次下来，然后再次做这里，所以说1小时上它开始做了一个中枢，就是这里它做了一个1小时的反向中枢了，对吧？但是呢，它也可以再弹一次，然后这样就构成什么呢？大周期上日线上就是一笔下一笔上，那么一笔反弹非常弱，那么意味着这个反弹，但是结构是有的，进入段，然后2次回落，然后再来一个离开，关键在这个离开如果说力度不强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反弹就结束了。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想做的话，还是一样，看能不能做1小时这个反弹，先看到这个200小时或者100小时、120小时这个交叉的位置，在这个价格，对吧？先做这个反弹，如果说你能够盯盘的话，看这个力度，你也可以从前面这个扩展器看一下潜在的等比例在哪里，对吧？132，如果说能够突破132的话，可以多拿一拿，或者到这里也可以多拿一拿，因为是这个没有背驰嘛，进入段跟离开段没背驰，甚至可以到1.618，然后回来之后给一个3买也可以，然后看能不能继续演变，对吧？就是一个演变过程。你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个位置可以尝试来一点，然后期待着有反弹。那但是呢，有一个位置就是这个前提是102这里不能跌破，102这里直接快速杀掉的话，那就是日线上那一笔没结束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吧？就走离开。但是呢，它因为这个进入段太长了，进入段太长意味着离开段只要不够那么长的话，就很容易背驰。所以说你更稳妥的是可以再等一个就结构相对饱满的时候，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你这样的话就好比较，对吧？它的结构也相对饱满，这就看你怎么选了。每个人的风险喜好毕竟不同，有的人性子急一点，愿意操作，可能就愿意看小周期的；对，有的人他性格稳妥一点、稳当一点的话，他就愿意看大周期的，或者说想等的更调整更充分的时候我再进。就是很多时候交易呀，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东西，对吧？你说我也要那个，我是性子比较急的，我就愿意做小周期的。你让我去看大周期，他可能沉不下来。所以在交易过程中，其实你能很多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一个性格，或者说能更多的了解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分析这么多了。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因为毕竟我们的直播时间只有这么多，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提问的话，就早点来，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早的分析到你想问的股票。但是我这个直播会1周3次，只要时间上允许，所以大家可以下一次再参与。好的，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再见。